它就会有。那么怀孕了之后呢，在以前的古印度呢，它有一个风俗，就女人怀孕之后不可以干嘛呢？不可以在国家生孩子，她要回娘家生孩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净饭王呢就派了一支军队啊，护送他的老婆回娘家生孩子。结果走在半路上呢，这个老爷夫人呢就觉得肚子不舒服，在那里就是把孩子呢直接在半路生下来。但是呢，生下这个小孩呢很神奇，他生下来之后呢就可以站着，站着了之后呢，而且还可以走路。他向前呢一共迈了7步，迈了7步之后呢，每迈1步，这个脚底下呢就生长出来一朵莲花。我们中国有个典故叫做57步生莲，从而来的啊。每走1步生一朵莲花。那么走完7步之后呢，哎，说自己，然后说上一句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。我们有一个我们反光灯看了很多寺庙，你看到一个小牌，一手持一手持地啊，这个人叫做永贞太子，他是这样学的啊。那么这说完这句话，咔倒下来，这像个正常人。这呢是讲的这个佛祖的释迦牟尼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。但是呢，其实他本身是站在人类食物最顶端的，为什么他是个太子，从小吃喝不愁？但是呢，这个呢，他在19岁以前呢，基本上呢是因为把他当做宝妈和太子，然后呢不知道有没有多情，所以有一天他能够呢从东南到从南去北上门看到贵人，看到不可以有什么水丝镜子啊，然后呢有老鼠的，还包括了看到地上给他捕食他的苹果的很漂亮的一个植物呢，拒绝了之后呢，他就觉得呢，人间为什么还有这种所以呢，他有没有办法呢？就超脱这种，他才开始呢去修行。那么最开始修行的就是什么呢？在以前呢，就选择了就是打着一个赤脚端着个钵，然后呢挨个的，然后呢就用脚步的去寻找这种真理，去悟道啊。那是严重的时候呢，一天只吃1粒米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中国的苦行僧呢，其实也是根据释迦牟尼他的这个成佛的一个经历呢，慢慢的去那个一个衍生出来的。这里面还有几个，他们是回来讲。你是干逛街，逛街了嘛？人家是太街的，好。这些是什么？叫布施。就是排队是干嘛？排队给他。这个都是女孩子啊，这万佛千手观音都是佛头像。这千手啊？千手观音吗？这是？这没千手观音，根本千手。跟孔子是同一个年代的，孔子和那个和赵匡胤是那么这个是妈妈，刚刚呢在那边呢给大家讲了啊，佛祖的释迦牟尼呢，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是一个三个头的那个白象啊，钻进她肚中才开始了怀孕。那所以呢，在老挝您记住啊，一般的3头的大象，3个头的大象只会出现在寺庙当中，啊，只会出现在寺庙当中。第一个呢，象征着佛权；第二个象征着皇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去了南波拉邦啊，老挝的大皇宫故宫博物院里面也会看到3头这个大象的雕塑哈。那么这3个头呢，每一个头代表不一样的一个寓意所在哈。这个东西呢比较熟悉哈，你们很多人呢昨天因为我们换车了哈，然后很多人呢换车上也没拿下来。那么在老挝呢，我讲过这个东西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人在身上东西，第二个用来礼佛啊，你包括了很多时候的佛像，寺庙里面佛像里面呢也会挂这个，每一个像的像头呢代表不一样的意义哈。你比如说这边啊，第一个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了家庭，还有婚姻，就是家庭健康。那么这边呢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了健康，代表了平安啊。然后这边呢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了事业，代表了金钱啊。那么老挝人呢，他其实有个方式就是什么呢？我想求哪边的心愿，那么我就会把这挂在哪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从上面可以看出来，
那么一般来讲呢，哪怕在老国人心目当中，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？健康和平安啊。其次呢，才是什么呢？才是婚姻和家庭。因为一个人呢，你特别是像我们团里面有的年纪的比较长啊，可能也是，然后呢充满同学。说实在的，你如果还在你身体的健健康康的、平平安安的，家里面呢家有一老有一小。但是如果有一天，万一有一天出现什么情况，你讨论个什么？话也说不清楚啊，然后呢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到时候呢，儿子和儿媳妇呢就在评论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给他把这个养出来？是不是？你久了之后，你3年5年了，谁才能够把这个养出来？昨天呢晚上，那个我们团里面有客人来劝我喝酒，他说我说我戒掉了。其实是真的戒掉，我以前喝酒我也戒酒，我是为什么戒酒？